听说了吗？小树林死人了，好像还是咱们学校的，据说死得特别惨。一大清早，NG 大学后门外的小树林就被明黄色的警戒线封锁起来，外面围着一群闻讯前来凑热闹的学生，三五成群的凑在一起，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。高凌踩着黑色高跟鞋，挎着小皮包从人群中挤出来，大步流星地朝警戒线走去。饶是警察见多识广，也没见过敢这样明目张胆往里冲的。这里是案发现场，闲人免进。南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实习警员高岭，这次的案件局里已经决定移交给刑侦科解决了。这片小树林包裹住 NG 大学东侧的外墙，后天移植过来的树木不算高大，却种得紧凑密集，常年无人修剪打理，枝叶连成一片，显得阴森清冷。陈师兄，高岭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高岭是陈海峰暗恋过的学妹，没想到时隔3年，俩人居然在案发现场再次相遇。再见高岭，陈海峰有点局促紧张，他咳嗽了一声，掩饰尴尬，不自然道：“真没想到我们还能当同事。”哟，你就是新来的实习生啊？美女你好，我叫林科，副队。想不到你还有这么养眼的学妹啊！抱歉，我来晚了。死者是什么情况？死者已经确定了身份，陈玉，20岁 ，NG 大学设计系大2的学生。尸体是清晨被收废品的大爷发现的。他说这片小树林经常有情侣来约会，所以时不时会来捡一下饮料瓶。陈海峰看了眼本子上的记录，继续道：“现场法医说死者没有致命伤，死因可能是失血过多。从尸斑上看，死亡时间不超过12小时。据说这片小树林晚上也挺热闹，所以凶手作案时间应该是在后半夜。凶器找到了吗？凶器不在现场。等等，你要干嘛？凶器找到了吗？凶器不在现场。等等，你要干嘛？陈海峰拦住高岭，高岭会给他一个莫名其妙的眼神。看尸体啊！劝你别看了，我经手过的案件里，这位死得最惨。高岭皱了皱眉，他性子要强，从小就不喜欢被人当花瓶供着，冷下脸道：“林前辈，我是来当刑警的，连尸体都害怕的话，当初就选文职了。”陈海峰知道高岭误会了，他们只是担心一个小姑娘第一次跑现场，就直观的去面对这么血腥的东西，晚上会做噩梦。你看吧，陈玉的尸体确实有古怪。高岭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还是被眼前的尸体震惊了。死者陈玉手脚被粗绳绑住，衣不蔽体，肉眼可见的皮肤上布满大大小小的伤口，周身已经被血浸成了深褐色。最恐怖的是，陈玉睁大眼睛，嘴巴张成了一个黑洞，额头上被割出一个血淋淋的十字架，这简直是虐杀。高岭蹲下来，仔细观察伤口，陈玉双手腕都被割出很深的刀口，身上大大小小的刀伤，目测不超过10公分，凶器可能是把很锋利的小刀。凶手跟陈玉有仇吧？如果只为了抢劫，顶多捅几刀或者割喉，肯定不会这么大费周章的去杀一个人。凶手是用什么东西堵住了陈玉的嘴吗？法医在尸体附近发现了一团带有唾液的纱布。有意思的是，凶手在陈玉死后把纱布拿出来，又往他嘴里塞了一根短树枝，这节树枝顶着上下颚，才导致尸体僵硬后闭合不上嘴。十字架、树枝，不寻常的杀人手法，这里面一定有特殊的含义。唉，说不定是个心理变态，为了彰显他的特殊，才搞得这么邪乎。要真是这样就麻烦了，他杀人的欲望会越来越强盛，最后变成连环杀手。好了，现场也看不出什么了，你在这里等陈玉的家属，我和高岭去问一下他的同学舍友，看看陈玉有没有跟谁结仇，或者近期有什么反常的举动。同学，你怎么回事儿？女生可不能来这里。警方查案，你就是管理员吗？查验。住在这栋楼里的大2生陈玉昨晚在校外被杀害了，你对这个学生有印象吗？陈玉，昨年有这个孩子，我老跟他说不要太晚回来，就是不听。他经常晚归吗？平时都跟谁一起出去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NG 这学校就没几个正经念书的孩子，夜不归宿都是常事儿，连个监控也没有，我们也管不住。陈玉嘴甜，老跟我套近乎，有时候回来晚了，我也给他开门。那他昨天也是一个人离开的吗？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？是一个人，他好像挺慌张的，我叫他也没应声，走到门口还差点摔了。带我们去看看陈玉的宿舍吧。死者和你们关系怎么样？有没有跟谁闹过不愉快？警官，你不是怀疑我们吧？陈玉那小子家里挺有钱的，平时都不爱跟我们玩。那他平时都跟谁在一起？不知道，他白天也不怎么上课，都在宿舍里睡觉，晚上经常出去，半夜里一身酒气的回来。是吗？陈玉经常这样，不影响你们休息吗？还是你们同学情泛滥，能容忍他这样？陈玉挺上道的，经常给我们分一些很贵的烟，有时候大家手头紧，还会跟他借点儿。哼，小年纪不学好。昨天晚上陈玉是几点离开的？有没有异常的地方？大概2点多吧，我刚打完游戏准备上床，他接了个电话就急匆匆的走了。对了，他昨天上午收了个快递，看完脸色就不太好，我正想跟他借点钱的，结果他还挺不客气的说了句钱都喂狗了。高岭觉得似乎找到了重要的线索，连忙问：快递里的东西呢？你看见他放哪儿了吗？C 專輯看完，他就收錢包你了。陈海峰忙出去给政务科的人打电话，请他们留意一下陈玉的钱包。高岭又翻了翻陈玉的铺位，没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今天先这样，想到什么事情随时联络警方。陈玉的事情不许到处传，否则就是妨碍警方办案。走吧，回警局。东西找到了，还在钱包里。这次的案件有点棘手啊，凶手挺狡猾的，现场很干净，指纹、鞋印、凶器都没找到，连根头发丝都没有。警局会议室，林科把照片等证物贴在了黑板上。
刑侦部的10多人几乎全到场了，队长康俊正把腿翘在长桌上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。会议室里烟雾缭绕，大家却仿佛都习以为常了。选了这样一个时间地点，手法也很凶残。这个凶手要么不是第一次杀人，要么就是心理素质太好。小陈别这么严肃，又给大家施加压力。来，谁说点好消息？好消息是我们得知陈玉死前接到过一个电话，10之八九就是这个电话导致他大半夜不睡觉，跑到小树林里送命的。哦，这么说陈玉不是凶手的随机目标，他们之间肯定是认识或者有某种联系的。继续，坏消息是什么？坏消息是，这个电话是凶手用附近的公共电话打出去的，而且电话亭周围没有摄像头。但是我们还掌握了很关键的线索，陈玉出事前收到过一个快递，里面是张纸。政务科在陈玉的钱包里找到了他。康俊还真没发现坐在角落里的新面孔。新来的队长，他今天刚报到正林警校16级毕业生高岭。人家小姑娘没嘴吗？要你替她说。高岭是吧？那张纸上写了什么？好像是一页残缺的日记。高岭看向林科，后者把密封在证物袋里的纸拿起来，放到投影一下。3月7日阴，一个人守住秘密，原来是件这么痛苦的事情。我最终还是去找了米老师，米老师劝我不要说出去，他说这么做是为了我好。可是痛苦和煎熬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？我这具肮脏的躯体还要被恶魔折磨多久？谁来救救我？谁来审判惩戒罪恶？没头没脑的一段话，看得大家满头雾水。康俊到底经验丰富，一针见血地提出疑问。这么秀气的字，不像是男生写的。里面提到了恶魔和审判，和陈玉头上那个十字架倒是对上了。如果陈玉是恶魔，他对日记的主人做过什么？里面提到的米老师又是谁？你们查过了吗？这么看，陈玉的死倒像是一场有计划的复仇了。米这个姓氏不常见，NG 的老师都查过了，没对上号。那就往前查，陈玉也在大2吧？查他的高中，青春期犯点错事儿也是有可能的。刑侦科的办事速度到底不一样，没多久，林科就一脸兴奋地跑回来。队长，神算啊！陈玉高中有个心理辅导老师，就叫米梅。案情有了新进展，康俊又给林科一记马屁，拍得很是舒心，大手一挥，干得好！咱们兵分2路，我带人去陈玉家搜他的卧室，海峰去趟学校，跟这个米老师聊聊，其他人去查陈玉。整天夜不归宿的，都跟什么人混在一起？陈海峰手机震了一下，他看了眼信息，突然道：队长，我和高岭一起去学校吧，跟这帮学生老师沟通，还得找个有亲和力的。说起来，你们还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吧？也行，好好带带学妹。谢谢学长，我觉得跟你一块儿更能学到东西。这点小事不用客气。方才在会议室，高岭给他发信息说想一起去陈玉高中的时候，陈海峰立刻请示了康俊。他像个情窦初开的毛头小子，想到能跟自己喜欢的人独处，内心便雀跃不已。米梅放在鼠标上的手微微发抖，她清掉垃圾箱里的文件，关上电脑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。米老师吗？我们是警局的，有些事情要跟你了解一下。米梅像所有小市民乍然见到警察的样子，拘谨又小心翼翼地主动跟他们握手。陈海峰注意到他的手腕上戴着一块欧米伽的表，看起来价值不菲。对一个普通教师来说，会不会太奢侈了？已经听校长说了，是关于陈玉的事情吗？说实话，我对这个学生没什么印象了。不只是陈玉，我们还想请你回忆一下这篇日记的主人是谁。说着，高岭把封在证物袋里的日记残页递了过去。米梅疑惑地拿起来，只看了一眼，额角的冷汗就下来了。她僵硬地转过身，背对着身后的警察，脸色惨白，连嘴唇都在发抖。米老师是不是想起了什么？米梅鼻翼扇动，吐出一口气，再转过来时又恢复了正常。不好意思，警官，我这儿经常会有学生来求助一些问题，1年前的事情实在没印象了。这样吧，我回去查一下记录，如果有的话再联系您，可以吗？米梅的不配合再次让案情止步不前。明知道他有事情隐瞒，陈海峰和高岭却拿他没办法。米梅的不配合再次让案情止步不前。明知道他有事情隐瞒，陈海峰和高岭却拿他没办法。昨天晚上米老师在家吗？高岭紧紧盯着米梅，不放过他脸上的任何一丝变化。这个问题，米梅倒是回答很痛快。昨天是我婆婆生日，我们一大家子都住在婆婆家了。好吧，如果米老师想起什么，再联系我们。学长，米梅肯定知道什么，她看到日记的时候反应很不对劲，如果我们能申请搜查令就好了。米梅说昨天在婆婆家，看样子是真的，她有不在场证明，仅凭日记的话，我们不可能搜查她。况且我有种感觉，人应该不是米梅杀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去跟门卫聊聊，看看1年前这所学校发生过什么大事。那个学长，我爸刚才发信息说是生病了，我想先回去看看他，可以吗？去吧，门卫我来问就好。高岭松了口气，感激地朝陈海峰点点头，朝校门外跑去。陈海峰看着高岭的背影，眼里满是宠溺，他笑了笑，朝门卫室走去。米梅瘫坐在椅子上，下意识咬着手指，她不安地看向对面的沙发，仿佛那里还坐着一个瘦弱的身影，在向她诉说着自己的痛苦。陈玉的死跟那件事没有关系的，一定是个意外。这张纸可能只是碰巧被陈玉拿到了，不可能的，他已经死了，不可能是他杀了陈玉。门外响起敲门声，米梅吓了一跳，她走过去打开门，立刻紧张起来。屋外的人朝她笑了笑，突然掏出手帕捂住了米梅的口鼻，高纯度的乙醚钻入米梅的呼吸道，米梅来不及挣扎，便头重脚轻，很快晕了过去。那人踢了踢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米梅，随手关上咨询室的门。米老师，轮到你了。副队，米梅昨天晚上被杀了。米梅死了。陈海峰腾一下坐起来，彻底清醒过来。米梅死状和陈玉一模一样，包括额头的血十字和撑开口腔的树枝，唯一例外的
就是米梅的胸口插着一把瑞士军刀。凶手为什么没有带走凶器呢？这把刀太普通了，网上多的是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带不走，还是米梅是他最后一个惩戒对象，没必要再拿走了？米梅是什么时候死亡的？大概凌晨1点钟。凌晨。昨天我们和米梅聊完也才晚上7点，她一直没有离开学校吗？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。门卫说米梅大概8点的时候就离开了，接着电话，很匆忙的样子跑出去，然后12点左右的时候又回了学校，一直没再离开。早上门卫买了早点，想给米梅送点，才发现她已经死了。大半夜的，她又跑回来干嘛？我问过门卫了，米梅说要做一份重要的报告，资料在学校电脑里，电脑已经让政务科检查过了，什么都没有。监控录像呢？监控室的门被撬了，凶手把录像给删了。偌大的校园，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翻进来，没有监控录像就没有凶手线索。看来我们面对的是个高智商罪犯啊！他杀人是有计划的，心思缜密，手段凶残。米梅很可能有什么把柄被抓住了，和陈宇一样，大半夜被胁迫着来到犯罪现场。查他的通话记录。邪门了，队长，通话记录我已经让人查过了。从昨天下午开始，除了米梅8点多的时候给她丈夫发消息说加班不回家之外，没有任何通话记录。我怀疑米梅还有另一个手机。米梅没回家，那她8点到12点之间的这段时间在哪？那张日记残页一定是破案的关键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出日记的主人。这时候，一个刑警带着做完笔录的门卫路过心理咨询室，陈海峰追了过去。米梅昨晚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没什么啊。哦，对了，米老师戴着口罩，我还纳闷他大热天戴什么口罩。米梅为什么要遮住脸呢？师兄，我觉得往死者嘴里塞树枝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，于是请化验科的同事帮忙分析了一下。刚才那边给我消息说，那不是普通的树枝，是沙漠里才常见的胡杨树。有自己的想法，干得不错。康俊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凑了过来，他难得赞许下属，和高岭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小声说了句：“果然虎父无犬女。”别人或许不了解情况，康俊却知道高岭的父亲曾经也是名老局长。虽然大家不属于同一部门，但高岭年纪轻轻，刚毕业就调来刑侦队，没走后门是不可能的。还好，这个姑娘到目前为止的表现都很让他满意，否则康俊可不管她是哪尊大佛在照，统统剔出她的队伍。队长，有新发现！林科兴奋地跑过来，神神秘秘道：“米梅的丈夫提供了一条线索，他说最近米梅的银行卡里收到过来历不明的巨额转账，他甚至还怀疑过米梅搞外遇。”走，去银行。一查之下，米梅的账户从去年3月份开始，陆续收到过同一人先后的5次转账，共计30万。这个人就是陈玉，最后一次的记录就在上个月底。陈海峰将这一线索汇报康俊。陈玉很可能有什么把柄落在米梅手里了，真相十之八九跟那篇日记有关。陈海峰拿着手里的残页，突然觉得有些烫手。他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，能值30万，外加2条人命？学长，我们到了。高岭的声音把陈海峰从深思中拉回现实。一晃眼，他们就到了 NG 大学附近一家装修高档的咖啡厅。在此之前，警方追查了陈玉1个月前的通讯记录，发现他给米梅转账的当日，曾约了一个未注明的陌生号码来这家咖啡厅见面，而这个陌生号码很有可能就是米梅。3人走进了咖啡厅，跟店长说明了来意。幸好当天的监控录像还没有被覆盖，从视频里看，和陈玉面对面喝咖啡的确实就是米梅本人，只是两人之间的气氛似乎不太友好。仅仅坐了5分钟，陈玉就先离开了。米梅好像给了陈玉一个东西。高岭暂停播放，画面中陈玉站在桌子边，伸出手，米梅正把一个小巧的白色长方形物体递给陈玉，是个 U 盘。陈海峰一下子想到了什么，陈玉宿舍的笔记本上就插着一个这样的 U 盘，他曾匆匆瞥见一眼，只是当时没有当回事儿。陈玉的遗物已经被家人带走了，听说和案情有关，陈父很快就把笔记本送到了警局。队长，你跟陈玉他爸说那30万的事儿了吗？陈海峰看着中年人佝偻的背影，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10多岁。当然问了，他说没给过陈玉那么多钱。现在的父母啊，只顾着打拼事业，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孩子，等出了事儿才知道后悔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看陈玉的小秘密。刑侦科一屋子人围坐在电脑前，最终从 U 盘里找到了一个加密的文件夹，密码很快被破解，里面是一个 MP3 格式的录音。来，喝杯水，坐下来慢慢说，告诉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众人惊讶地对视一眼，录音里竟然是米梅的声音，而且听起来像是一场心理咨询的录音。播放器沉默了几十秒，才响起另一个男孩的声音：“老师，我……”康俊按了暂停键，看了眼震惊的下属们，他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上，深吸了一口，又扔给陈海峰一支，才示意林科继续播放。你被……我们班的陈玉，还有他的干哥哥顾思明，在学校里吗？在校外。陈玉让我跟他交往，我没答应。2个男人怎么能在一起？然后有天放学，他们就把我迷晕了，带到 KTV 里。我醒来以后，身上的衣服都没了，他们就……好孩子，别怕，告诉老师，你报警了吗？我不敢，他们威胁我，拍了那种照片，说如果报警的话，就发给家长和老师同学，我该怎么办？来宝，你做得对，不能报警。你想想，还有几个月就高考了，如果这件事传出去，你这辈子就毁了。
你的父母也会被人指指点点，抬不起头做人。录音不是完整版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会议室陷入一片沉寂，只有沉重的呼吸声。半晌，林科狠狠砸了一下桌子。妈的，这两个畜生死得一点不冤。恶人该由法律制裁，而不是杀人凶手。康俊照着林科的后脑拍了一巴掌。别忘了你的身份。我只提出3点要求：第一，查这个叫来宝的孩子；第二，找到顾思明，他很可能是凶手下一个目标；第三，通知陈玉和米梅的家属，尽快把尸体拉走，别脏了咱们警局。警方下大力找一个人不难，更何况是个档案清白的市民。顾思明的资料很快被摆在康俊的办公桌上，详细到了近期住址：28岁，独居，无业游民，恩氏首富的儿子。陈玉给米梅的30万，来路不言而喻。这件事在没下定论之前，最好不要惊动任何人，更何况姓顾的小子身份不简单，仅凭一段录音奈何不了他。请不来警局，康俊便派人轮流在顾思明家楼下蹲点，暗中保护。目前最重要的还是抓住凶手。另一边就没有这么顺利了。来宝的全名叫贺来宝，贺来宝在1年前就割腕自杀了，想报仇，除非变成厉鬼爬回来。这孩子是老来子，老太太受不了打击，没多久也病逝了，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妇，老眼昏花，腿脚不便，更不可能是杀人凶手。到底是谁在为贺来宝报仇呢？案情再次陷入了僵局。陈海峰站在贺来宝的房间里，看得出来，贺来宝生前是个细心乖巧的孩子。所有书本都整齐有序地码放在书架上，柜子里的衣服严格按照春夏秋冬排列，写字台上还摆着一摞钢笔字帖。然而，这个房间的主人甚至还没来得及挥洒青春，就在绝望和悲愤中含恨而去。凶手一定是贺来宝亲近并且相信的人，他们的关系曾经很亲密，所以才会费尽心思用惩戒的手法帮贺来宝报仇。贺来宝在手腕割了一刀，他就要他们千刀万剐。相信的人，他们的关系曾经很亲密，所以才会费尽心思用惩戒的手法帮贺来宝报仇。贺来宝在手腕割了一刀，他就要他们千刀万剐。陈海峰把目光放在房间里的台式机上。你是谁？是贺来宝的朋友吗？林科打开 QQ， 系统还保持着自动登录。贺来宝的好友列表很干净，除了默认分类外，只有一个特殊的存在。核桃，这是什么怪名字？林科点开聊天记录，洋洋洒洒好几百页，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5年前。贺来宝和这人还真是无话不说啊。不过他们的联系从去年3月份就断了，自打出事起，贺来宝就没有再回复核桃的留言。作为刑警，猎狗般敏锐的直觉让陈海峰觉得这个核桃不一般。再找找看有没有别的信息。我看看啊，贺来宝原来是领养的。陈海峰立刻凑到电脑前，聊天记录中显示，就在贺来宝出事前不久，曾跟核桃说他发现了一个秘密。其实我是我爸妈从青山孤儿院抱回来的养子，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我真的接受不了。现在冷静下来，不知道应不应该去打听一下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。陈海峰感觉他们离真相更近了一步，掏出车钥匙道：走，马上去青山孤儿院。轿车在高速上飞驰，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，林科已经有点困倦，窝在副驾驶蔫蔫道：明早再去不行吗？这个点孤儿院也关门了。陈海峰把嘴唇抿成一条刚毅的直线，面色阴沉。从贺来宝家出来后，他便一直惴惴不安。凶手不会放过顾思明的，也许他今晚就要动手了。那正好，楼下都是咱们的人，来个瓮中捉鳖。陈海峰猛地踩下刹车，林科差点撞到挡风玻璃，他瞬间清醒过来。你疯了？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在被凶手牵着鼻子走？陈玉、米梅、顾思明，我们从这2起凶杀案牵出了另一场被埋没的悲剧。警方倒是发现了这些畜生的罪行，却连凶手的影子都没看到。你怎么说的这么瘆人？这凶手到底何方神圣，还能把警察当枪使？谁知道？所以我们要争分夺秒。谁啊？警方办案，院长在吗？我就是。年轻人，脚步放轻点儿，孩子们都睡了。陈海峰这才注意到，给他们开门的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，衣着朴素，气质不凡，那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充满智慧与世故的稳重。面对这样的老人，陈海峰不自觉放缓了语气。我们想找个孩子，大概10多年前被领走，领养他的人家姓贺。老院长沉默片刻，问出心里的担忧。那个孩子犯错误了吗？陈海峰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或者说怎么宣告贺来宝的死讯，只好摇摇头。没有，他是个好孩子。老院长松了口气，这才背着手往院内走去。跟我来吧。简陋的办公室内，林科帮老院长从架子上抱下来一摞厚厚的档案袋，这是10年前到20年间所有被领养的孩子的资料，
一共125名。陈海峰和林科一人一半，仔细翻阅起来。找到了。陈海峰和林科一人一半，仔细翻阅起来。找到了，就是他，4岁离院，领养人贺东升。陈海峰紧张地把档案递给老院长。您还记得这个孩子吗？老院长大概是眼神不好了，盯着贺来宝的照片看了半天。原来你们找的是胡杨啊。胡杨，他的家人还在吗？不在了。哎呀，那2个孩子也是挺可怜的，进孤儿院前父母就死了。2个孩子，胡杨还有兄弟吗？不是兄弟，胡杨有个姐姐叫胡桃。老院长翻了半天，找出另一份档案。这孩子后来也被领养了，长大后还回来过几次，给了孤儿院一笔善款。胡桃、何桃，这可是重大发现。那胡桃后来改名了吗？我想想，好像叫……对了，高岭，高岭之花的高岭。我想想，好像叫……对了，高岭，高岭之花的高岭。陈海峰愣住了，甚至那因为抓住凶手小尾巴而露出的兴奋笑容还凝固在脸上，眼神却充满震惊。怎么会是高岭？为什么会是高岭？林科同样是一脸不敢置信。不是你的小学妹吧？可能只是碰巧了。不是他，所以现场才会被处理得那么干净。陈海峰回忆起米梅被杀当天，高岭突然提出跟自己一同去学校的请求，现在想来却是他被利用了，恐怕连父亲生病都是借口。他支开自己，又回去找了米梅，把米梅困在咨询室，换上衣服，假扮成米梅匆匆离开的样子。所以门卫看到的深夜返回学校的米梅才会戴着口罩，一来可以混淆警方的视线，二来在米梅犯罪的地方虐杀她，让她在恐惧绝望中忏悔自己的罪行。他利用了我，一切都是为了贺来宝。要不是米梅一直私下勒索陈玉，恐怕咱们注意不到 U 盘，贺来宝也不会这么快进入咱们的视线。给看守顾思明的同事打电话，提醒他们密切关注高岭。同一时间，高岭踢了踢昏睡过去的刑警们，倒掉手中溶解着迷药的咖啡。其中一人的手机震动起来。高岭看了眼来电提示，陈海峰。学长，对不起了，这是我必须要为他做的事情。血债必须血来偿还。蹲守同事那边电话无人接听，陈海峰又迅速拨通了康俊的电话。你赶快带人去顾思明家，再开快点，我们必须阻止他继续杀人。林科狠踩油门，几乎是一路超速的赶回室内。顾思明家已经被警方包围了，陈海峰跳下车，一口气跑上4楼。康俊正黑着脸站在401门外，身边都是持枪的刑警。陈海峰看了眼黑洞洞的枪口，喘着粗气，抬手砸门。高岭，开门！我都知道了，这帮畜生该死，但是你不能用自己的命去换啊！隔了一会儿，防盗门后传来高岭冷漠的声音：学长，再等等，他的血就快流干了。高岭，别犯傻了。陈海峰放柔了声音，几乎是恳求了。来宝，不，胡杨是个那么乖巧的孩子，他怎么会希望自己的姐姐因为他而手中沾满鲜血呢？听话，把门打开。门内，高岭背靠着墙，长发遮住了低垂的侧脸。不远处，顾思明被脱光上衣绑在椅子上，嘴里塞着一团毛巾。顾思明被脱光上衣绑在椅子上，嘴里塞着一团毛巾，身上大大小小都是刀伤，血顺着手臂淌了满地。他们都该死。胡杨就快18岁了，我隔着网络默默守了他5年。如果不是我盗了他 QQ 空间的密码，看到那些日记，恐怕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弟弟是怎么死的。陈海峰的衣服被汗水浸湿了，心脏快速跳动着，紧张的耳中阵阵嗡鸣。我们可以把日记当作证据交给警方，法律会制裁他们。为什么要选择杀人呢？警方，法律。高岭突然笑起来，声音不同往日般清脆悦耳，更像个尖锐而极端的疯子。他用嘲讽的语气道：学长，你跟1年前的我一样天真，你以为我没试过吗？结果呢？这帮畜生还不是活得好好的。康俊听到这里，眉头紧蹙。你找过警方？我查了贺来宝的名字，警局根本没有立过案。当然没有。顾思明的父亲是谁？他怎么会允许自己传出这种家丑？你想知道是谁帮忙压下来的吗？说出来吓死你们。这个人……一声枪响，高岭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康俊猛地扯下蓝牙耳机，狠狠摔在墙上，怒声道：混蛋，谁让狙击手开的枪？一声枪响，声音戛然而止。康俊猛地扯下蓝牙耳机，狠狠摔在墙上，怒声道：混蛋，
谁让狙击手开的枪？秋老虎的天气总把人闷得心神烦躁，恨不得学后羿射日。陈海峰拎着塑料袋中打包的快餐，快步穿过小区里长长的十字路。这是他在家度过的第28天。高龄死后，陈海峰就申请了休假。也许是死在一墙之隔的女孩让他无法释怀，也许是暗恋的女神摇身一变成了复仇凶手，对他打击太大。总之，陈海峰选择了逃避，宁愿躲回无人的家中疗伤，也不愿再回到那虽然短暂却充满了回忆的警局。此时，一位满头灰发、身形健硕的老人站在楼下，拦住陈海峰。我是高岭的父亲，能和你谈谈吗？高叔叔。陈海峰事后才从康俊那里得知，高岭的养父高华生曾做过禁毒局局长的位置，想来高岭能进刑侦大队也是求过养父帮忙的。陈海峰满腹疑惑地带着老人回到家，端了杯热茶出来。高叔叔，您怎么来了？高华生却仿佛没有听见一般，老人身上带着一股干练威严的气息，此时正出神地看着窗外。陈海峰只好又叫了一声高叔叔。高华生揉了揉眼睛，从怀里掏出一块看上去有些年头的怀表，爱惜地摩擦着表盘。这是玲玲送我的第一份生日礼物，她从小就很懂事。我工作忙，玲玲不光照顾自己，还会做饭收拾家务。我到现在都不相信玲玲会杀人。这些天我反复在想，如果没人教唆，即便胡杨的死没有得到公正的判决，玲玲也绝不会走上这么极端的道路。您是说有人诱导过高岭？我很清楚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是什么品性。高华生握紧手中的怀表，说句狂妄的，就算是看我的面子，玲玲也不该被当场击毙。这孩子一定是威胁到了某些人，或者触及到了谁的利益。我知道你对玲玲的心意，你愿意回到警局帮我调查清楚吗？就算是我这个无能的父亲自私的恳求吧。1个小时后，陈海峰送走高华生，在阳台点燃一支烟，想起高岭生前的音容笑貌，怔忪片刻，拨通了康俊的号码。队长，我想归队。电话另一头传来嘈杂的人声，康俊的声音显得有些疲惫。你小子终于舍得回来了，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。最近这是怎么了？没安生2天，又发生了一起大案，我就在案发现场，给你半小时，立刻过来。陈海峰挂断电话，看着远方林立的高楼，这座表面繁华的都市里，到底隐藏着多少肮脏的秘密？